这么巧，又碰到蓝美人。参见王爷。你没有什么要和本王解释的吗？王爷这是何意？王爷不可，男女授受不亲。这是本王的玉佩，何故在你手上？这是臣妾那日从御花园中拾得的，原来是王爷的东西啊。2日前，你可有见过本王？自是见过，王爷忘了吗？那日我们在御花园中偶遇。本王说的是那日子时。王爷，那日子时，臣妾正和圣上在一起呢。你们2人为何一同在此？陛下，皇兄，臣弟昨晚在御花园中遇袭昏迷，正巧蓝美人捡到了臣弟的玉佩，特来询问一二。遇袭？难道当日的刺客还尚在宫中？微臣见过圣上，见过怀亲王。对了，皇兄，昨晚幸亏秦太医经过御花园，救住了昏迷的臣弟。若非秦太医及时经过，臣弟怕是要命丧御花园。王爷不必客气，这是微臣的本分。王爷身体是否已无恙？已然无恙。已然昏迷，时效是3个时辰。我会将他置于御花园中，届时痕迹全无。不过他若问起你，放心，我自有对策。那为何蓝美人也在此处？回陛下，臣妾刚才与玉淑妃在御花园赏花，见起了微风，恐再染风寒，故而抄小路回宫。没想到在此碰到了怀亲王。是该小心。朕惦念你身子不爽，本欲探望，但现在看来，你倒是好多了。陛下，臣妾……七弟啊，你伤势未愈，不如早些回府。朕会派人送些补品到你府上。生病了，就别到处乱跑。臣弟告退。陛下，丞相有要事来报。秦太医，你好生照顾好蓝美人。是。我被刺客所杀，却为何那晚的衣服上留有你的香气？娘娘，贱人，你竟然敢哄骗本宫！玉淑妃娘娘，你何出此言？你口口声声说只想安稳度日，却屡次魅惑圣上。我不管你有意也好，无意也罢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娘娘，娘娘，臣妾接圣上都是为了你啊！娘娘，哼，妖言惑众，你以为本宫还会信你吗？娘娘，臣妾接圣上是为了让他把赏花大会的操办权交予您，是为了说你
谋取协理入宫之权，娘娘。还想骗本宫？赏花大会年年由皇后主持，怎会落到本宫手上？这张嘴还真是巧言善辩。可惜呀，日后怕是再也不能说话了。御书妃接旨。皇后重病，难为你在圣上面前为我举荐。玉淑妃贤德，圣上都看在眼里，臣妾只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。这赏花大会是后宫的传统，意在秋风萧瑟之前铺排欣欣向荣之美。每位妃嫔都会精心养育自己的花种，到时候在圣上面前展示。我本喜欢这大丽花，却又怕显得艳俗，惹圣上不快。蓝美人，你说我该选择什么花才能独得圣宠呢？在这花园之中，果然还是争奇斗艳才更显热闹。这牡丹华贵端庄，占据一公主位，而这曼陀罗妖艳动人，却有致幻之毒，需要小心。而这蔷薇虽不起眼，却最善攀援，暗刺伤人。你这话是何意？每种花都在自己最肆意绽放的时候最为美丽，所以无需为了他人喜好而约束自己。依臣妾之见，娘娘只需要把……看来也该多谋一条后路。娘娘，我还是不明白，您为何要帮助玉淑妃？若是您来主持赏花大会，不是能更快获得圣上青睐吗？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圣上生性多疑，倘若我太过于激进，恐适得其反。何况我的目的，从来都不是囿于宫墙之内的争夺，而是查清杀害我父亲的真凶。若赏花大会举办得意，吉雅拿下协理6宫之权，也方便我暗中查探剩下2枚玉佩的去处。香莲，我想自己走一会儿，你回去准备我吩咐的那些东西吧。是。不是他，又会是谁呢？莫言，怀亲王用了你的药，还有可能记得当晚的事情吗？绝不可能。你为何这样问？近日我在御花园见到他，他语言不详，步步紧逼，像在试探。既然华亲王已经排除嫌疑，日后你便少与他接触吧。如今吉雅已经对我全然信任，我必须助他夺来协理6宫之权，才能方便我暗中查探更多信息。所以赏花大会绝不容许有事。姐姐，放心，我会帮你的。
花园一叙。乌龟原主，本王近日新得一曲谱，不知蓝姑娘可否愿意和本王浅谈一二？王爷，您是皇家血脉，若被人撞见我们在此相见，您恐是无事，可臣妾就要死无葬身之地了。蓝美人大可不必担心，我若是想告诉皇兄，那你当晚下药之时，我便已经告发了。玉兰听不懂您在说什么。姬如雅，王爷是在叫我吗？我是玉兰，姬如雅是何人啊？父亲的事迹。姬大人当年一篇论科考书，指出了多少科考的弊端，还考场一个清白太平、如此清正廉明的好官，最后却无功无怨，惨遭不幸。姬姑娘难道觉得不应该为他讨回公道吗？姬大人之事我略有耳闻，只是王爷应该去找姬府之人，而不是我。姬姑娘，你处心积虑入宫，与你的妹妹虚与委蛇，我想也不过是想为你父亲讨个公道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那黑衣刺客敢当街杀人，如此堂而皇之，其背后势力该是如何？我想在这皇宫之中能帮助你的人，除了皇兄，唯有本王。我有办法替姬大人平反，你大可信任。王爷，那你想要什么？不过公义二字，回叔公也有些时日，公义二字确实许久未闻。那你就当本王闲散王爷当惯了，偶尔也想做一些热血忠义之事。丽姐雨来玉淑妃寝宫干嘛？虫子。玉淑妃怎么不见身影？玉淑妃从不知道，怕是什么事情耽搁了吧？赏花大会现在开始。
年肠内滋令，时至霜冬有赏花。很好，玉淑妃果然是容色倾城。臣妾愿将精心侍弄的大丽花献给陛下。大丽花最是难养，你能把它养得如此艳丽，定是花了心思。玉淑妃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可能，这大丽花臣妾一直养在寝宫之中，怎会如此？此事是臣妾所为。是你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蓝美人，你才刚进宫，怎么就学了这些阿杂手段？来人，还不将他拿下！是。来人，还不将他拿下，免得惊扰了圣驾。等一下，陛下，可否让臣妾上前观察一二？云，兰儿是如何做到，竟有如此习惯？古人云：“蝉蜕尘埃外，蝶梦水云香。”蚕蛹虽其貌不扬，可破茧成蝶后，却如梦似幻。若只流连于花朵一时之美，而不愿耐心等待，便会错失彩蝶纷飞时的惊艳绝色。难道是？兰儿如此巧思，实在聪慧。陛下，这都是玉淑妃娘娘教导的好，臣妾只是替娘娘分用。哦，朕该赏你们点什么才好啊？陛下，能让您和娘娘舒心，是臣妾的荣幸。传朕旨意，赐吉雅协理6宫之权，晋蓝美人为蓝婕妤。谢陛下。谢陛下。做得不错，本宫怎不知你有如此好本事？都是娘娘教的好。蝴蝶之语也是本宫教你的吗？是臣妾幼时听父母说的。不可能，姐姐生死未卜，若眼前之人真是他，我又怎会认不出呢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帮本宫获得了协理6宫之权，本宫心情大好。这是暹罗进贡的7宝琉璃串。太后接风宴，切不可给本宫丢人。谢娘娘，不过臣妾要的并非此物。答应你的，我自不会食言。谢娘娘。
蓝婕妤，您怎么亲自来上宫局了？玉淑妃姐姐主持赏花大会，圣上龙颜大悦，赏她协理6宫。姐姐忙得脱不开身，所以嘱咐我来帮她协同查账。原来如此，公账已备好，请蓝婕妤查阅。查阅公账费眼，蓝婕妤请用茶。下去吧。是。怎么会是他？婕妤，当心受凉。婕妤，可有什么心事？小莲，你可否听过后梁皇帝朱有圭的故事？未曾。后梁皇帝朱有圭弑父篡位，但他有一兄弟名曰朱有贞。倘若你是朱有贞，你该当如何？婕妤，香莲虽未读过书，但也懂心中之意。无论如何，大义为先。大义，大义。谁还记那夜酒花灯？江岸相风正青春，往事惊变，家仇旧恨，脏了韶华天真。这一步，重踏入这江深深，他转身，不如直接就毁了。过了细细的风尘，陌路而生。这一路走来难枕爱恨，心动心痛往心痕。回眸一瞥，告诉我，下毒手的人是否是姬啊？若真是你的亲女儿，我的亲妹妹，这陷害深仇，我该如何报啊！朕又赢了，朕又赢了，甚是无趣。陛下棋艺精湛，臣妾自然不能敌。朕看未必吧。兰儿因何事心神不宁？告诉朕，朕自会庇护你。陛下，蓝婕妤近日与怀亲王过于亲密，长此下去，与皇室声誉无益。兰儿心中是否在想什么人？陛下何出此言？若是你有何忧思，尽管告诉朕，朕定与你一同分忧。此刻并非告知真相之时，
断不可让圣上知晓我因吉雅之事而忧心。陛下，兰儿有陛下的宠爱，何来忧思？本以为朕与你心意相通，看来是朕想多了。陛下，臣妾罢了，等你考虑清楚之后再说吧。陛下，去何处？去看丽婕妤。摆驾丽华宫。陛下，现下可是去丽华宫？去什么丽华宫？回朝阳殿。皇后娘娘，各位姐姐好。如今这宫中，听闻丽妹妹最得宠，怕是只见新人笑，不见旧人哭啊。听闻圣上已有7日未到兰屿轩，看来是真的冷了。7日算什么？我看70日、700日以后再也不见这狐媚子才好。哎呀，御花园里的花都开了一茬又一茬了，人又怎么会有百日红呢？兰婕妤这才得宠多久啊，就对圣上厌弃，想来是腻了。听闻这兰婕妤整日有怀亲嘛，眉来眼去，不清不楚啊，哪有不公平的样子？就该被圣上弃而不顾，以为有多大本事，也不过如此。婕妤，圣上要是再不来，恐怕就……怎么？宫中之人最会拜高踩低，要不您就身段放软些，去找圣上。不去。时机未到。陛下，今日御花园之事便是如此。兰婕妤怕是受了些大委屈。李仁轩，宣。这午就没有新鲜一点了吗？罢了罢了，朕差人送你回去。是，臣妾告退。陛下。臣妾是不是犯了什么错呀？你无错，只是朕突然没了兴致。去吧。哼。陛下，奴才的主意如何呀？如何？是要进去还是不要进去了？可是朕就这么进去，岂不是很没有面子了？谁说朕要找他了？朕只是觉得蓝玉轩外面的月光不错，朕只想赏月，赏月。
是奴才有事要找蓝婕妤，不是陛下，不是陛下。朕不来，他倒还挺开心。朕走了。陛下，陛下现在不是应该在纯妃娘娘那儿吗？你很喜欢朕去陪旁人？臣妾哪有？臣妾不过这小小女子，陛下3宫6院，陛下说不过就不过了。小小女子，竟然让朕如此挂心。朕不来，你就不能去看看朕？没良心！那陛下，你以后还拿不拿旁人来气我了？你这是在吃醋？那倒是朕的不是。母后过几日就要回宫，朕要为母后设下接风宴，到时候你可得好好准备一下。臣妾早就准备好了，臣妾打算在接风宴上弹曲子，陛下想不想听一听？太后奉驾回宫。太后娘娘为国祈福，势必躬行。此等德行，臣妾望尘莫及，特敬太后一杯。太后，太后潜心修佛，已持了5戒多年，滴酒不沾。还望太后娘娘饶命，臣妾不知。不知者无罪，你退下吧。母后，那是儿臣新封的蓝婕妤，蕙质兰心，深得朕心。臣妾婕妤御史拜见太后，愿太后长乐未央，福泽万年。皇儿有新宠，自然是好事，但对待后宫应当雨露均沾。是，儿臣知晓了。起来吧。谢太后。蓝妹妹这串珠串似乎有些眼熟啊。好像和太后娘娘的一样。哦，穿戴和太后娘娘一样，实为大不敬啊！陛下特意为太后举办的接风宴，蓝婕妤要抢风头，也不必选在今日吧。母后，兰儿平日里最是得体，今日怕是有些什么误会，并非有心冲撞您。回太后娘娘，臣妾先前听陛下说起，您此次上山斋戒9981日，为边关战士祈福，臣妾心中实在是钦佩，所以去求得这7宝琉璃珠。这每7宝都象征着臣妾的敬畏之心，没想到冲撞了太后娘娘，臣妾还请太后恕罪。哦，蓝婕妤小小年纪，竟然有如此体恤百姓之心。与您相较，自是望尘莫及。可是臣妾也想尽绵薄之力。平日里若是得空，可常来哀家宫中抄经续画。此乃臣妾之幸，谢太后娘娘。起来吧。是。
母后，儿臣今日以茶代酒为您接风。闲宴无趣，不妨各位妹妹各显才华，讨太后欢心，可好？丽妹妹的舞乃是宫中一绝，可否？愿博太后娘娘一笑。这个贱人何时投靠了皇后？回太后，丽妹妹之舞不够端庄，恐扰了您的清修啊。臣妾近日刚于四乐坊新学了一支祈福之舞，为太后娘娘接风，再适合不过了。准了。是。东施效颦，还望太后娘娘莫要怪罪。你的孝心难能可贵，赏。谢太后娘娘。蓝妹妹，讨太后欢心，可不是光动动嘴皮子就可以的。不知你有何才能？听闻前几日御花园中传来琴笛合奏之声，本以为四乐坊新来了乐师，臣妾前去查看，没想到发现是蓝妹妹与怀亲王。怀亲王，怪不得蓝妹妹琴技如此绝妙。当日那一曲凤求凰的绝技，真是忍不住把真凤凰都招来。昔日熹太妃与先帝因合奏一曲凤求凰而定情，风头盖过了当时还是皇后的太后。这纯妃还真不嫌事儿大。玉淑妃，你不是同蓝婕妤结盟吗？触动了太后的逆鳞，看你如何应对。太后，臣妾情意拙劣，不想在太后面前献丑，不如臣妾作诗一首。蓝妹妹莫要谦虚，你的琴技堪称是后宫的魁首。可是这凤求凰，若是朕想听呢？是，臣妾遵命。有人事先在曲泽长谈的琴弦处埋了个刺。母后，儿臣听闻兰儿的琴音，一时兴起，不由得舞剑一曲，还望母后莫要怪罪。太后，是臣妾临时换了曲目，还望太后莫要怪罪。
你因何想到将这凤求凰变为这破阵曲呀？回禀太后，臣妾听闻先帝御驾亲征时，您曾随军稳定军心，实乃众妃之表率。臣妾身为女子，认为不应该沉迷于情情爱爱的靡靡之音，更应该为鼓舞士气出一份力。好啊，你这个蓝婕妤不俗，哀家甚是喜欢。来人，传哀家懿旨，婕妤蓝氏有登云揽月之胸怀，特进为兰妃。谢太后。朕方才已经宣了太医。陛下，这只是一点小伤。十指连心，这是小伤吗？还疼吗？臣弟看望太后时，太后见皇嫂的手受伤了，故特意来给皇嫂送一些上好的金疮药。关心你伤势的人还挺多嘛。交给赵公公，替朕和兰妃感谢母后。陛下，不争体统。朕便是体统。朕迟早要把阿锦的嫡子都给抄掉。竟将姬家之事透露他人。什么？我没有，此事与我无关。那你可知，怀亲王近日四处打听你家的旧案，所持便是姬家玉佩，你还说与你无关？你知道的，主子最讨厌过河拆桥之人。我一直感念当人家，断然不可能做出背叛之事。最好是。咏娥虽其貌不扬，可破茧成蝶之后，却如梦似幻。若只流连于花朵一时之美，便会错失彩蝶纷飞的角色。本宫是不是见过你？难道真的是他？谁？你怎么进来的？为什么没有人通报？姐姐见妹妹也要通报吗？真的是你！想我，还我！来人啊！来人啊！我们又见面了，姐姐。你到底为什么要进宫？你又想从我身上夺走什么？圣上的宠爱，还是我玉淑妃的身份啊？你还想要什么？父亲死于非命，你说呢？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这一切与我无关。
原本该进宫的人是你，是你们不顾我的意愿，硬要把我送进宫，把我困于这深宫之中。我恨他，我恨你们，我早就没有父亲了。姐，你还是如此执拗，难道不是吗？从小到大，什么都是你的，他们自作主张将我送进宫中，又何曾在意过我？他们不在意你的感受，那你是如何摆脱奸局的？你胡说什么？姬家，你听好了，姨娘本是奸局出身，是父亲花了重金才将她托起，让你进宫也是姨娘所愿，他们想为你博一个好的前程，而你却误解了他们的良苦用心。你胡说！我母亲身家清白，怎么可能会是奸计？你胡说！你胡说！你胡说！是啊，你当然不可能知道，因为父亲舍不得让你知道。倘若不是父亲，你早就被世人唾弃，嫁与匹夫，草草了却一生。他那么爱你，处处为你谋划，而你呢，却在父亲出事时袖手旁观。倘若你能向圣上求情，父亲也不至于沦落至此，更不会让歹人有可乘之机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是这样的。我只是怕，你怕你所有得到的一切都会化为泡影。姐姐啊，真正自私的人是你。你可知父亲临死前说了什么吗？慎言，京城中风云诡谲，你妹妹在宫中自身难保，你本性纯良，更不可莽撞行事啊！丽婕妤，你叫众姐妹来本宫宫中，所谓何事啊？是啊，别有事没事把我们叫到一起。丽妹妹，我看你是再难获圣宠，来皇后娘娘这儿献殷勤。纯妃姐姐，别急嘛，礼物马上就到。参见皇后娘娘。此乃何人？回娘娘的话，小人是染香街的布商。你怎么贸然将一介布商带入宫中？他可不是寻常的布商，他是兰妃的舅舅。兰妃，你可知罪？臣妾何罪之有？兰妃，你可识得此人？不识。听见没？他说不认识，连自己的舅舅都不认识。玉兰没有舅舅。怎么可能？你娘当初生你的时候难产，还是你舅母专程找了全京城最好的稳婆，才将你和你娘救回来。你敢说你没有舅舅？是，我是听娘说过，你吃喝嫖赌，为我娘借了不少钱，差点把我家都拖垮了。最后是外祖出面，才和你断了关系。当初我家落魄，他眼高于顶，六亲不认。现在知道我进宫了，发达了，你现在来攀亲戚了，好啊，那你就把欠我家的50两还给我，这戒局还在我的手上呢。丽婕妤，你不把事情弄清楚就贸然带人入宫，你可知这是构陷妃嫔之罪？皇后娘娘，这个刁民有意隐瞒臣妾，你们，皇后娘娘。臣妾还查到一事，千真万确。玉兰出生的时候，她的左小臂上有一个玉兰花的胎记，是不是？千真万确。
怎么，你不敢露出来让大家看看？你说的是这个吧？厉婕妤，你就算再怎么羡慕兰妃，也不该如此啊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要不滴血验亲，这个玉兰绝对不是真的。够了！还嫌朕前朝之事不够繁杂，后宫尽是风波不断。陛下，皇后娘娘，各位姐姐，玉兰只是一介商贾之女，幸得陛下垂青，才得以入宫。玉兰不想因为自己而让后宫风波不断。倘若如此，那玉兰不如出宫了去。兰儿，不是你的错，朕怎舍得如此待你？传朕旨意，厉婕妤识人不明，罚俸半年。后宫之中若再有此事发生，朕定不轻饶。今夜朕摆驾蓝玉轩。兰儿，怎么了？陛下，其实厉婕妤所言非虚，臣妾的确不是玉兰。你是说？臣妾进宫有不得已的苦衷，但是臣妾从未想过伤害陛下。自言无常，你将朕救下之日起，朕便已猜到几分，只是有些事情朕不愿深究。其实，兰儿，朕一直在等待一个时机，等你真心接纳朕的时候，将一切都亲口告知朕。那陛下，你愿意听臣妾讲一个故事吗？允。从前有一名女子，她的父亲在朝为官，清廉爱民。那位女子从小在父亲的庇佑下长大。爹，可某日，她的父亲被人以贪赃枉法治罪戕害，家破人亡，此女子只能步步为营。她不得已利用身边的人。陛下，倘若您被这位女子利用了，您会如何做？或许与你想象不同。不同？那人在等着这女子付出真心。一场雪落3000红尘婆娑，相思难解。
王爷伤势如何？皮外伤，过几日便会痊愈。王爷毕竟是因我而受伤，要不就让他在我宫中歇息片刻。王爷深夜留在嫔妃宫中，这不合适吧？秦太医，我还有事与王爷商量，你就先回去吧。王爷，你无事吧？依然无恙。幸亏我召集进宫给你送信，这才遇到了那黑衣人。只是没想到，他居然也有那枚玉佩。他究竟是何人？哦，对了，我已寻到姬大人昔日的幕僚赵恒，他愿作证。尘落红，越过千秋，往事如惊鸿。乱世纷争，只与水同。一去流年，山河空纵。夜色我有一事要告知于你，他们早已知晓你在调查父亲之事，你千万要小心。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坏人，自己小心。季季雅，你为国为民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您走了，我和妹妹怎么办？
姐姐酿的酒真是不凡，能喝到是莫言的荣幸。听说在月亮下喝酒，可以得偿所愿。姐姐酿的酒真是不凡，能让莫言喝到是莫言的荣幸。他定然不会善罢甘休，我究竟该如何应对？那个兰妃与怀亲王来往密切，怕是知道了些什么，断然不能再留。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